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说一部外国烧脑片《玩命记忆》。在一个密闭的废弃工厂里，5个男人相继从昏迷中醒过来，他们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，是不是很像偏偏上一期说的你好疯子，又很像经典悬疑片《电锯惊魂》的开场？好了，又到了大家都很喜欢的给主角们起名字的环节了。好像就我一个人喜欢吧，嘿嘿。第一个醒来的男主角，我们当然就叫他小白。第二个醒来的是被绑在了椅子上的眼镜老头，小白本来想帮他松绑，但是第三个醒来的寸头小哥却阻止小白。既然他被绑着，我们没有被绑，说明咱们和他处于对立的位置。第四个醒过来的是被手铐铐在了栏杆上，肩膀中弹却一直硬扛着不死的就叫他小强吧。最后一个醒来的是鼻子被打断的卷发大叔。大家还在柜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衣服显示他是江南皮革厂的保安。然后大家从报纸上得知，当地著名企业家江南皮革厂的厂长和厂长秘书双双被人绑架，下落不明。这就说明在场的5个人中有2个人就是厂长和厂长秘书，而剩下的3个人就是绑匪。大家昏迷前肯定经过了一番打斗，也分不清被绑的和没被绑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反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内心正直，是铁打的好人。绑匪的同伴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回来，到时候就会把厂长和秘书撕票。为了活命，3个没有被绑住的人小白、寸头小哥、卷发大叔想方设法想要逃出去，但是发现这个工厂就像你好疯子里的精神病院一样，完全是密闭的，根本逃不出去啊。那这一局3狼2平迷，没有预言家、女巫和猎人，所有人不睁眼也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狼人杀到底要怎么玩下去呢？话分2头说，厂长老婆为了自己老公的生命安全，已经把赎金交给了在外面的绑匪，警察也在暗中追查跟踪这伙绑匪。而在工厂里，眼镜老头在地上发现了一把枪，小白说我是男主角，当然应该给我保管。寸头小哥发现地上的几个罐子都是有毒气体，如果吸入过量会导致短暂失忆，甚至有死亡的危险。紧接着卷发大叔慢慢恢复了一些记忆，记起了自己是在停车场被绑架的，他很有可能就是厂长秘书，而男主角小白很可能是绑匪。卷发大叔偷偷找到了寸头小哥，说自己已经恢复了记忆，你是厂长，我是秘书，咱们俩是好人，咱们的孩子还在一起打过王者荣耀呢。那个小白绝对是一匹铁狼，咱们2个联手推他出局吧。然后2个人就和小白打了起来，但是小白主角光环笼罩，再加上手枪在手，制服了卷发大叔和寸头小哥。小白很生气，想一枪崩了卷发大叔。卷发大叔为了活命改口说刚才的话都是瞎编的。寸头小哥也劝小白，既然你是男主角不对，既然你觉得自己是好人，那就不要做坏人做的事，把枪收起来。3个人又发现了一个很高的窗户，大家先把卷发大叔拉了上去，用锤子敲了半天，发现敲不碎，就得把小白拉了上去，让小白用枪打碎玻璃。但是小白突然也恢复了一些记忆，想起了自己真的就是绑匪之一。3观瞬间崩塌的小白一激动摔了下来，还把手枪落在了窗台上。寸头小哥扶着小白去处理伤口。卷发大叔说，既然你们俩已经抱头了，那我也得找个盟友，要不然2比1肯定是我出局啊，所以他就给眼镜老头松了绑。寸头小哥在卫生间对小白说，自己总是闻到一股浓浓的劣质皮革的味道，可以肯定自己就是被绑架的江南皮革厂的厂长，而且还推测小白就是自己的秘书。因为卷发大叔说寸头小哥有孩子，但是寸头小哥根本不记得自己有个孩子。小白相比卷发大叔更有正义感，更可信。但是小白刚才已经想起来了，自己就是绑匪。面对寸头小哥无条件的信任，他的内心非常矛盾。然后眼镜老头就冲进来把小白打了一顿，让你小子不给我松绑。这时候靠在栏杆上全程都在划水，一直没啥存在感的小强突然说话了，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平民还是狼，我只记得我和小白从小就认识，有一次我俩学路飞想出海当海贼王，结果差点被淹死，都是小白鼓励我们才坚持到最后得救的，所以你们要继续加油，我领便当去了。说完这一大堆心灵鸡汤以后，小强就咽了气，剩下的4个人在他的临终鼓舞下决定尽弃天嫌，团结合作，逃出升天。大家布置了很多陷阱准备对抗绑匪，但是在绑匪进门的时候，眼镜老头也恢复了记忆，想起来自己确实是绑匪，自己没有必要和外人一起对付自己的同伴，所以他没有把铁桶推向进门的绑匪，而是推向了小白。应该是还没有想起小白也是绑匪吧。还好在卷发大叔的提醒下，小白躲开了铁桶，眼镜老头反而被绑匪开枪误杀了。然而经过一番争斗，寸头小哥还是被绑匪制服，卷发大叔只好让小白压着自己投降。他和寸头小哥都寄希望于小白能够浪子回头，小白也终于恢复了记忆。他和小强、眼镜老头确实是绑匪，寸头小哥就是厂长，卷发大叔就是秘书。2个人挣脱了绳子，把眼镜老头绑了起来，还和小白、小强发生了一场打斗，打翻了毒气瓶。小强肩膀中弹被铐在了栏杆上，所有人都吸入毒气昏迷过去。回忆结束，然后绑匪老大命令小白去杀死厂长和秘书。这时候警察也查到了绑匪老窝的位置，还说现场有警察的卧底。其实很多小伙伴和偏偏一样都能猜到了，小白是主角，而且这么有正义感，应该是个好人才对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小白就是那个警察卧底。其中一个绑匪听到了警察的对话，给绑匪老大通风报信。在绑匪老大的质问下，小白终于想起了自己确实是警察卧底，在童年好友小强的介绍下加入了这个犯罪团伙。就在绑匪们要干掉小白的时候，厂长和秘书冲出来救了小白。原来刚才小白良心发现，并没有杀死他俩。最后的结局是秘书中弹牺牲，小白和厂长一起打败了所有绑匪。你可能觉得这并不是一部很难猜的烧脑片，但是结局又一次反转，厂长的老婆跟着警察也来到了现场。在见到厂长老婆的一瞬间，小白又恢复了部分记忆。原来他早就和厂长老婆勾搭到了一起，这个绑架厂长的计划就是小白想出来的。撕票以后，厂长老婆就能继承大笔遗产，和小白2个人远走高飞。故事的结局是小白无视厂长老婆骚扰见的目光，亲手把赎金交给了警察。所以这其实也是个开放式结局，小白可能是假装和厂长老婆在一起，趁机设计这个陷阱，把犯罪团伙一网打尽，也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坏警察，最后迷途知返，浪子回头。这部片子告诉我们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善恶只在一念间，岂能事事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我心。还挺押韵的啊，来了个拜。